这个玻璃上装了我的一个 GoPro 相机。现在呢，天色还有些暗。我看到呢，外面的这个楼盘就是 Concord 啊。Concord 就协和，据说是李嘉诚公司的一个楼盘，不但在多伦多，在温哥华那边也是最知名的楼盘啊。所以很多华人呢在这边买的这些高层的建筑啊，应该这些样子还是相当不错的。叫 Concord City Plaza。稍微呢有一些好事多磨。今天早上我起来以后呢，先把这个激活了，然后的话呢，提早了15分钟就到达了Union Station，找到了GO圈的车站，结果被告知啊，本来9:03的那班直达尼加拉瀑布这座城市的火车呢被取消了，但是呢还是可以到中间一个地方转乘，好像在Burlington那个地方下车以后呢转乘12号的 Go Bus， 说也是可以去到目的地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就到了那边再找找看啊，怎么来换乘，会不会非常的顺利。感觉这个沿途啊都在施工啊。难道这是一个站台吗？我看见有人在下面走路啊。Final call for doors. Please stand clear doors. Doors are closed. 康乐呢是一个小站啊，每走几步呢就有一个小站，有人下车。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在这个 GO 券上面有个 Go Plus 的 WiFi 啊这样的服务，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现在呢我已经可以上网了。Mimico, the next station stop. Mimico. 这
车的窗外呢，已经是在安大略的湖边了。这条路呢，我上次开车已经走过几次了。看到前方啊，湖畔还是有一些新的社区，建了很多的高楼，相信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居住的区域。现在我们这条狗圈的轨道呢，就是沿着这条高速公路啊，或者说快速路边上在往前行进。我们的速度呢跟汽车差不多啊，所以我估计也就是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吧，这样的一个速度在推进。所以这个路上的站还是挺多的。我看这个铁路边上有很多的房子，还是相当不错。对面呢也有一辆狗圈的火车。这个地方叫 Minico。对面的狗圈呢已经先启动了，刚刚听到广播说我们这个车可能要等4分钟才会开。像以
前在中国呢，这种时间调整啊，就是一般的火车经常会要等车啊，什么等快车等等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但是呢，现在在中国的话，一般火车都非常准点。如果坐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几分几秒啊，有时候都不差，就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准点，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动运行的。但是我们在加拿大这边呢，又体验了一趟在中国以前坐绿皮火车那样的感觉。就首先呢，它经常会晚点，到了一个车站呢，有时候早到，有时候晚 3 到。 minutes to departure. 然后呢，要等待啊，其他的一些可能更快的一些车辆通过等等，所以必须要这样的慢慢的等一等。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站台上啊，有很多的候车的那种玻璃房子啊，就我相信这边很冷，有时候车半天不来啊，这个冬天冻得够呛，所以呢，它基本上还做成了一些比较封闭啊或者半封闭的那种候车的这个玻璃房，让大家可以在那边躲一躲严寒。 2 minutes to departure. 现在呢，我的右侧其实又有一辆狗犬从对面开过来啊，说明这个车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呢，今天可以看到啊，这个坐的这个车厢里面就我一个人，楼下应该也没什么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你的票没有卖够，所以这个车就取消了，是那么随意的吗？还是说原本就是这么取消的啊？这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总感觉就是说我昨天查还有车，到今天早上突然告知就没有车了，就要转成 bus 了。但我相信这个 bus 肯定就是成本和这种火车的运行成本来讲是没法比的。这 bus 要便宜很多，而且灵活性啊，因为一辆 bus 1 minute 不 to 大。 departure. 比方说一个火车可以装1000个人的话，这个 bus 可能40-50个人他就走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成本的考虑啊，来随意的调整这些列车的出行是否 Final call for doors. 运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测而已啊，希望它并没有那么随意啊。 Please stand clear doors. Doors are closing. 好，在这个站呢等了4分钟，现在终于要出发了。其实有时候想想啊，就一共才花了10块钱可以来回啊，而且还可以倒着车坐，又可以坐火车，又可以坐巴士，就这么一段体验花10块钱，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值得的不得了了。所以并没有什么需要抱怨的地方，只是一种体验。 December 4th, platform construction will begin and not all train doors will open at your station. You'll need to listen to our announcements to know which doors will open, otherwise you may miss your stop. Please prepare this change and learn more at gotransit.com. Next stop, Long Branch. 不管怎么说呢，车上它那个说明还是很详细的，到哪个地方会停多久，大概怎么一回事，哪些门要开，请大家注意等等，这些还是说得很清楚的。我来加拿大呢，我就是体验啊，这也是退休以后啊放松心情。到这边当然用一种比较经济的手段啊，我从中国经香港到日本到美国再到加拿大，本来就是买的那种比较经济的飞机票。但是呢，虽然人会稍稍的累一些，
但是也让我经历了更多的一些机场的转乘，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来到了加拿大，第一次体验了，借着我一位老友的单车，在温哥华那边骑行了10几20天，来到了多伦多跟我的女儿相会。当然，她现在也是学习最紧张繁忙的时候我也不能打扰她太多，所以我每过几天呢，可能就要离开多伦多。但是呢，很期待尽快的与她相会，最起码的明年会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而首次的多伦多之旅呢，我觉得也是收获颇丰租了2回车，不但在大多伦多这个肆意的驶乘了一番，而且呢还开到了美国去到了俄亥俄州。当然了，也有一些小小的意外就在那边还是不注意吃到了一个美国的罚单，还在处理之中。但是无悔因为在美国开车其实每个人都超速，我们也是随着车流，但是被选择性的被人家警察逮到也无话可说，这就是你不是当地人要付出的一些代价而已。但是比之这个旅程上面的见识、收获这些相比而言呢，那这些都是小事情，以后注意一些就好了。不管怎么说呢，体验了很多的交通工具不但自驾、坐地铁、坐 bus， 昨天还和女儿一块从她大学回来，特地坐了一段红色的那种漂亮的 Street Car， 就是路面的有轨电车。那今天呢，又来体验一次长途的火车就是中国的这种火车吧，但是呢，它是一个双层的火车。我在它的上层坐着，在一个人都没有的环境当中在玻璃窗上粘上了我的 GoPro 相机，拍拍外面的风景。大概呢，起码有1个多小时的一个行程，经历很多个小站已经停了2个小站了，看看每个小站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也愿意呢把这一段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欣赏一下。看来这里又进到一个小镇因为看到很多人家，看到有一条商业街，但是我们的车呢就已经进站了。所以说是一个火车呢，实际上它就是跟地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个站都非常的短，所以你要让它跑起来跑得很快呢是不现实的。它主要还是一个居民代步，就连接各个卫星小镇、各个居民点、一些大的社区的一些交通工具而已。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车站边上呢，就有比较宽大的停车场当然我不知道平时这个停车场会不会停满，也不知道这个停车场收费到底如何但相信呢，应该是大家可以承受的一种价格。就大家如果要上班的话，就是开车开到这里，然后搭着车呢就去到比方说热闹的地方，像多伦多的 downtown， 下班以后呢就回来，然后呢开上自己的车，说不定还可以去一些什么超市买个东西，最后呢回家。就他们也很少有加班一说，休息天呢也能够保证。所以其实稍微住得远一点点通过这样的形式出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方便。这个是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这种慢生活。就比方来租住一段比较久一点的半年、1年这样的时间，来体验这个国家更多的这种1年4季的变化，还有老百姓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的状态等等我觉得应该都非常会有意思
这个车厢啊，又来了一位乘客。车窗的相反的一面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完全是敞开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这个呢，以后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在这边住久一点的话呢，肯定要去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些体育的锻炼，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等等啊。这个沿途呢有很多这样的小镇啊，就每个这个小镇呢，我估计人数都不会很多啊，应该也就是几千到1-2万，应该没有那么多人的。但是呢，他们占用的空间啊，占用的这个土地面积呢都很大。虽然呢也起了一些这样的高楼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的楼，10几层这样的楼房。我的理解，这些应该就叫apartment，或者有一部分呢可能是 condo。然后呢，它紧挨着这么一个小站啊，其实你如果算准时间出行的话呢，还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呢，你如果想随时随地的要外出，你可能就得自己开车了。
到了一个小站啊。你看这个对面的勾券的这个房子非常的大啊，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个停车场啊。1 minute to departure. 看到这边还有好几个人下车呢。Final call for doors. Please stand clear doors. Doors are closing.
现在这个车行驶的速度啊，应该比骑单车还慢啊。这个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知道前方修路呢，还是这个路基有问题呢，还是它要消磨一些时间呢？总之，这个开得特别的慢。Now arriving at Oakville. 哦，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 Oakville。我上次专门开车来过，还到湖边去走过的一个非常美的小城市。Good morning, passengers. We are now arriving to our final stop here at Oakville. Just a reminder that this train will be out of service on arrival at Oakville. Passengers who are continuing westbound, please exit the train here at Oakville. As there are no trains between Oakville and West Harbor this weekend due to construction. On behalf of Go and the operating crew, thank you for riding with us today. We're now arriving to our final stop, Oakville. For passengers who need to head further westbound, we have buses leaving from the platform number 6 in the Oakville bus loop area. The next bus will be departing in a few minutes, making a stop at Burlington and Aldershot Road. 哈哈，情况又有了变化啊！现在呢，这个广播，这个车呢，它停到这边了，是最后一个站了，就在 Oakville 这个地方。然后你如果要去 Wellington， 就是本来预定的要去那个目标的呢，我们要坐巴士才行。几分钟以后呢，巴士就会开了，大概是6号巴士站台还是6号巴士这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去转乘巴士。这个一路啊，非常的戏剧性。所以这边的火车非常的随意啊，我觉得印度的火车也不至于如此吧。但是呢，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现实，也特别好玩有趣的一段经历啊。好，现在呢，我们向着巴士的方向在行走。但是起码呢，不需要换票，也不需要另外买票。但是我看这边买票的人呢，他要到这个 ticket 一个什么地方啊，再去办一个手续，大概就是转乘啊，就需要在这么一个机器上面。这个地铁卡也可以用的。从这里呢去巴士，应该也是一个小的车站。虽然是比较小的车站呢，也有卖吃的啊。也有洗手间。Platform 6. We're going there now and just process the ticket, then activate. Okay, thank you. Let's go back to Oakville.
want to go to Niagara Falls, take this bus? Exit at Aldershot, there is a train there. Okay. Thank you so much.上了车了。好，现在已经上了6号的巴士车了，去到下一个目的地，说是那边有火车可以去了，还是有巴士可以去了，到了再说了。这应该是个高巴士的一个车站，还挺多这些高巴士，也是双层啊。我现在就坐在这个2楼，上面还是有一个报站的。现在在奥克比尔，奥克比尔应该是个比较大的站，然后去到艾灵顿。我现在呢准备把我的粘在车窗外的车窗上的相机再拿出来了，继续拍一段。